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呀。本期和大家分享一部美国惊悚爱情电影《劣质爱情》。未来世界，美国会按照一定的标准筛选出优质的国民，凡是没有贡献的无用之人，都属于不被美国政府承认的次等人。这些人都会被烙上次等人的编号，被扔在一片空旷缥缈的且和外界文明毫无关联的荒漠中生存，没有任何食物供给，只能自生自灭。久而久之，这些次等人分化成了食人魔区和舒适区。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存方式，全都诡异十足。一旦正常人落入他们的手中，都难逃厄运。女孩阿伦是一名编号为5504的次等人，她刚刚被驱逐，来到了这片蛮荒之地。警官带她来到了这里之后，锁上了铁门，随后转身离开。看样子他们十分嫌弃这里，不愿意多停留一秒。阿伦吃了口汉堡，起身之后，朝着这片荒漠的深处走去。路边的警示牌上写着：美国居民禁止入内，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，祝你好运。只是荒漠实在太大，阿伦走了好久，仍然没有看到任何生物。路上停放着一辆看起来十分破旧的汽车，阿伦走了过去。刚刚来到这里的阿伦似乎并没有不适应，他简单的整理了一下自己。车外风声如涛，飞沙扬砾。突然，前方有两个人驾驶着小车，冲着他的方向开来。不过阿伦没有遇到同伴的喜悦，反而开始亡命的逃跑。只是结局可想而知。醒来之后的阿伦发现自己身处食人魔区，被五花大绑的他并没有被当成同类来对待。在简单的呼喊了几句之后，一个食人魔女子拎着锯子朝他走来，很娴熟的给阿伦打了麻药，然后利索的锯掉了他的右腿和右臂，通通都选择右半身的部分。食人魔止血的方式也是简单粗暴，直接用烧烫的锅底压住阿伦的伤口，强行凝固血脉。此时阿伦早已经昏死过去，右腿和右臂已经被吃掉。来到这里的阿伦只是食物罢了，能在这片荒漠活下去才是唯一的法则。随后他被关进了一个昏暗的房间，锁了起来。在这个昏暗的房间里，阿伦清楚地听到另一个次等人被吃掉前的哀嚎，但是在阿伦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的恐惧，似乎在他的心中，从踏入这片土地开始，就已经接受了这里的一切。而这个食人魔聚集的地方，是一片飞机残骸所在的废墟区域。这些食人魔们热爱健身，奉行弱肉强食的准则。所有人无论男女，都是拥有一身肌肉的模样，他们崇尚的只有力量。而那些瘦弱或者行动能力稍弱的人，就会被同类抓住，沦为这些壮汉的盘中餐。看着自己残缺的身体，阿伦没有时间难过，而是暗暗策划起了逃跑计划。随着中午临近，女食人魔又将阿伦从房间内带了出来，这次她要吃掉阿伦的左腿。机智的阿伦先是用自己的大便弄脏自己的身体，这让女食人魔无法忍受，随即解开了她脖子上的锁扣，准备清理一番。趁对方不备，阿伦摸起一根铁棍，冲着女食人魔打了过去。虽然对方身材壮硕，但是面对铁棒也是不堪一击，晕死过去。接着阿伦找到一块滑板，艰难地逃出了这个人间地狱。可外面大漠黄沙，高温热浪，他艰难地靠滑板挪动，但这样的身体并不能支持他太久，身边已经有等着他死去的乌鸦在纠缠，很快就失去了意识。不得不说，女主是幸运的，有一位蓬头垢面的流浪汉，似上帝派来拯救她的使者，用超市推车把她送进了看上去惬意无比的舒适区。和吃人的食人魔区不同，这里生活着只吃兔子的享乐族，人们十分友善，他们视阿伦为同伴，尽管物资同样匮乏，同样有人忍受着饥饿，好在不用担心自己被吃掉。在这里，阿伦被装上了假肢，成为了缺一只手臂、穿着黄色的带有微笑表情的短裤、靠一只行走的奇怪女人。她渴望身体的完整，常常利用镜子的叠影效果，把海报中女子的手臂当作自己想象中的身体。虽然没有了食人族的资优，但这个被取名为舒适的城市却荒凉封闭，令她窒息。身体的残缺更是让她对食人魔恨之入骨。于是他不甘心于此，在搞到一把枪之后，就去找食人魔复仇。另一边，在野蛮的食人魔部落里，也并非都是嗜血成性的恶魔。男主乔的一家就是这样的例外。乔身体强壮，半身赤裸，人狠话不多，宰杀人类就像杀一只鸡那样简单。即便是他手下的女子苦苦哀求，也丝毫不为所动。3下5除2就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做成了一顿饭。在杀掉猎物的时候，他会戴上耳机，因为他无法接受那样的祈求。这是在这片荒蛮之地上，乔所能想到的一切仁慈了。他们吃人，不过只是为了活下去。然而，就是这么凶狠的食人魔，在面对自己的女儿时，却温柔的要命。不仅耐心地为女儿画画像，更是从不暴露自己凶狠的一面。这天，乔的妻子带着女儿出门，去一个垃圾站捡拾有用的物资。垃圾站明确写着有危险，只不过为了生活，他们也顾不了太多。妻子在垃圾堆中发现了一面镜子，这让她如获至宝。但是在爬垃圾堆的过程中不幸受伤，似乎是骨折，她痛得动弹不得。好巧不巧，阿伦此时刚好路过这里。
手里拿着手枪，开始询问起眼前的这个女人，问她是不是来自舒适区。乔的妻子没有回答，只是说我们无冤无仇，祈求能够放他一马。但是阿伦拒绝了他，因为他曾经也这样哀求过。伴随着一声枪响，乔的妻子应声倒地，小女孩站在一旁目睹着刚刚发生的一切，看着倒在地上的妈妈，她没有任何的表情，只是走上前推了推妈妈。女孩并不是冷血无情，她似乎并不知道妈妈怎么了，也可能是她早就习惯了接受死亡。随后阿伦将她带回了舒适区，眼看太阳落山，妻子和女儿都没有回来，乔感觉到了危机，随即驾驶着摩托出门寻找。很快他就来到了那片垃圾场，并且见到了妻子的尸体，只是没有看见女儿的踪影。不远处一个流浪汉也在捡垃圾，他走到流浪汉面前，拿出了一张他为女孩画的肖像，询问女孩的下落。流浪汉没有说话，只是对这幅画表示十分欣赏。他抢过了那本画册，开始一页一页地翻起来，然后摆了一个十分雄伟的造型，希望乔为他作画。骨瘦如柴的身体配上如此伟岸的造型，难免让人觉得滑稽。但为了知道女孩的下落，乔只能耐着性子照做了。流浪汉十分满意自己的肖像画，并在女孩的画像上写下了去舒适区找她的信息。与此同时，阿伦和女孩来到了舒适区，女孩似乎对街边的兔子十分喜欢。看着女孩，阿伦似乎看到了最后的人性，于是他给女孩买了一只兔子，这也成为了女孩在舒适之地唯一的伙伴。晚上，舒适之地迎来了狂欢，和平时安静的生活完全不同。此时的舒适之地充满着耀眼的灯光和动感的音乐，人们带着各种能够发光的物体来和这嘈杂的环境融为一体。派对的主人名叫孟先生，他看起来和闻名世界的上流人一样，干净的脸庞，整洁的着装，是一个热爱蹦迪和嗑药的 DJ 大佬。他最喜欢的就是开一个又一个的 party， 然后分发迷幻药，再者就是生命的大和谐。所以围在孟先生身边的女人个个都大着肚子。很显然，这与这片蛮荒的食人魔区格格不入。阿伦原本带着女孩在派对中穿梭，却因为疏忽误食了孟先生的迷药，开始神志迷离，而小女孩也被孟先生带走。在这里，孩子是要比金钱还宝贵的财富。而阿伦在幻觉的作用下，不知不觉走出了舒适之地，看着荒漠中璀璨夺目的星空，阿伦感叹自然的美妙。走着走着，他遇到了寻找女儿的乔。阿伦因为迷幻药的原因，看着食人族的乔并没有感到恐惧，而是喘着粗气晕倒在了乔的胸膛，感受着男人的体温。醒来之后，乔用他的生命威胁让他帮助自己找到女儿。但是舒适之地是不允许食人族进入的，在边界还有枪手24小时不断警戒。长期走在荒漠之中，让阿伦和乔都十分的口渴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黑人壮汉带着一桶水来到了乔的面前，他想用这桶水换阿伦的另一条腿。是的，这位黑人壮汉也是一位食人魔。在简单的交谈之后，乔还是把阿伦交给了黑人。只是阿伦大声的求救声再次打动了乔，他抽出自己的飞刀，直接杀死了黑人，并且抢走黑人的摩托车和那桶水。两人继续向舒适区挺进。一路上，他们遇到了不小的风沙。乔对眼前的这个女人十分照顾，为阿伦支起了一片天地，这让阿伦产生了异样的感觉。夜晚，他们躲进了一个山洞，两人之间第一次聊了这么久。突然，有人冲着乔开了一枪，乔肩部中弹，血流不止。男人来自舒适之地，是来救阿伦回去的，但是阿伦的脸上并没有获救的喜悦，而是一脸惊恐。显然，他对于乔并没有那么大的敌意。最后，只留下乔一人背负着枪伤留在山洞里。被接到舒适之地的阿伦并没有找到归宿的感觉，他似乎对乔有了别样的感情。于是他再次拿上了武器，决定找到他的女儿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不断的努力，阿伦终于在孟先生的家中找到了女孩。为了接近孟先生，阿伦只能假装爱上了他，答应成为他众多生殖机器中的一个。孟先生的家十分豪华，泳池别墅应有尽有，但是即便如此，对于此时的阿伦来说，都不如回到乔的身边重要。于是在一个晚上，他劫持了一个怀有孟先生孩子的女人。没有办法，孟先生只能安排人带着阿伦和女孩从自己眼皮子底下离开。另一方面，男主乔也没有因为枪伤而去世，他遇到了此前的那个流浪汉，流浪汉救下了他，还帮他处理好伤口。在这样的荒漠，食物和水源极端的匮乏，流浪汉没有选择吃掉乔，而是捕来一只乌鸦，为乔烹饪食物，补充营养，这足以见得流浪汉内心的善良。另一边，阿伦在离开舒适之地之后，疯狂地寻找着乔，终于在一片风沙中看到了乔的身影。他还是那样高大。阿伦履行了自己的承诺，帮乔找回了孩子。同时他也说出了听起来十分疯狂的话，他不想再回舒适之地了，他想和乔一起生活，希望做他的女人。没有人能明白阿伦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包括乔在内。只是乔终究没有熬过阿伦的执拗，答应了他。这一晚他们没有吃人肉，而是烤了小女孩的宠物兔子，正式欢迎阿伦的加入。
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原则，也在男女主之间维系了下来。至此，电影结束。不得不说，看完电影之后，我能感受到导演的野心，他想表达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政治、种族主义、人和人之间的价值观，但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才导致电影没有一个明确的观点。巨大的故事背景下，内容显得十分的空洞。这样的电影形式注定不能为大众所接受。而电影中还有一个令人意外的彩蛋，那就是拾荒流浪汉。作为故事主线的推动者，他的作用不能说不重要，即使没有什么戏份和台词。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他的扮演者就是鼎鼎大名的金凯瑞。想来还真是有趣呢。细细品味电影，突然发现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，果然需要找到一种无法辩驳的意义。本期的故事到这啦，下期见，拜拜。